大家好，我是小欧，我为各位介绍一下台湾冬天的行程。我会分成4个主题，第一个就是四季是怎么形成的，然后第二个极地漩涡，第三个是东北季风，第四个是冬天的防护跟保暖。看前面这张图，我跟各位解释一下春夏秋冬是怎么来的。好，中间那颗巨大的球体就是太阳，地球就是围绕着太阳公转。一年365天，地球呢它是偏右23.5度自转，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会形成的春夏秋冬。那左边夏至的时候，刚好太阳直射北回归线了，也就是因为这样，北半球北极它是属于永昼就是日照比较长，所以天气就是很炎热。冬至的话，太阳它是直射南半球南回归线的，这时候我们北半球北极就进入到永夜，11月到1月的这3个月，所以天气非常的寒冷。然后春分跟秋分的话，它刚好是在太阳面的比较平均的位置了。它气候就是凉爽。台湾是属于亚热带所以四季的话是比较明显的。通常我们冬季的话是为12月到隔年2月，然后1月的时候通常都是最冷的时候，然后春季的话是3到5月，夏季6到8月，秋季的话9到11月。然后你像北极的话，这样没有春季跟秋季几乎都是冬季的气候。赤道的话，大部分都是夏季的气候，都很炎热。要是温带跟亚热带的时候，四季的话是会比较明显。在冬天的时候，北半球会进入到永夜，11月到隔年的1月，这3个月，就是因为进入到永夜，然后天气最冷，北极的都没有阳光了，所以很容易产生的。等下我讲解的第2个部分是极地漩涡。各位再看到前面这张图，跟各位解释一下什么是极地漩涡。看到左手边，极地漩涡就是一大片盘旋在大气层的冷空气，通常盘旋在北极的上空。再看到右手边，极地漩涡有时会下一至美国，让北极气团的极冷气盘旋到美国东部或中部。第2部分是极地漩涡。极地漩涡就是俗称的北极的冷气团，通常它是位于对流层跟平流层这个位置。在高纬度的时候，都有一个高气压，会产生一个高处气流把这个极地漩涡锁在北极这边。然后南方的话，空气比较不会那么冷。极地漩涡冷空气太强的话高速气流的话，反而也锁不住这个冷空气它的极地漩涡就是会往南方移动。那么温带跟副热带就非常的寒冷。因为北极气团的话，最冷的话可能在-40度到50度。我猜出来有可能是温室效应产生的，热的时候更热，冷的时候更冷，所以导致北极气团极地漩涡会产生外溢的。产生外溢的话，你在温带跟副热带的就会更寒冷了，有可能是温室效应导致的恶果。
我在刚刚前面这张东北季风的示意图，两年秋季以后，高压在寒冷的欧亚大陆上发展，寒冷而干燥的空气自中国海洋吹来，一直到远离陆地抵达洋面之后，吸收较多的水分，在中国东岸北纬30度以南地区，东北风盛行，故称为东北季风。冬天高气压南下，伴随冷锋面通过东海到达台湾附近的海域，即带来东北季风。它的风力相当强劲，在台湾的北部跟东北部经常有阴霾跟小雨的天气。看到前面这张图，东北季风是湿的还是干的？我们看到，如果东北季风是在比较偏北方的话，因为它经过的海面范围比较大，所以容易变得比较潮湿。台湾附近就容易下着小雨尤其是北部跟东北部比较明显。如果是比较偏南一点的话，但它经过的海面会比较小，会比较干燥，比较容易形成干冷的天气。像中南部的话，冬天的话比较干冷。我刚刚已经有介绍过东北季风，然后我再讲几个重点就是东北季风，如果它经过海面比较长的话像北部跟东北部冬天就容易成为湿冷的天气。南部的话，基本上是比较属于干冷的天气。因为北部接触的海面比较大，像湿冷天气的话，通常温度会比较低至少要低个3、4度。冬天是1月最冷。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北极就是11月到1月都是属于永夜所以1月份的话，肯定都是最冷，寒气最重。所以我们冬天的时候低于15°C的话就容易造成那个寒害，容易对我们生命跟财产造成威胁。生命的话就是像一些长者还是心血管疾病的冬天的话很容易中风或者是猝死的所以那个要注意保暖。像农渔业的话也是会造成寒害我们可以搭设那个防风层阻挡那个强风但是尽早采食捕捞减少损害。刚刚第四个就是冬天的防护跟保暖。冬天的话都是因为日照比较短，像11月的话都是在15度到25度这个区间大概温差现在都大概10度左右那12月的话是差不多在10度到20度这个区间通常都是早晚较冷的，然后中午时候是比较凉爽。那我们在穿衣服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26°C穿衣法则。最上面的话就是卫生衣的话，大概会保暖个1度还有薄棉衣，棉衣的话大概是2°C，薄外套的话是3°C左右，然后毛衣的话是4°C，厚棉外套的话是5°C左右，薄羽绒外套6°C，厚羽绒外套9°C，或者羊毛外套、皮草大衣跟冲锋衣，大概就是可以保暖到10°C以上。像假设现在12度的话，各位要怎么穿搭会比较好？那我们就是用26度来减掉12度，得到14°C。里面穿一件卫生衣，然后再就是搭一个
厚毛衣，再加一个厚的羽绒外套，还是冲锋衣。冲锋衣是现在最流行的，因为它标榜是防风啊、防水啊，跟保暖。3合1啊。像厚的外套是很保暖，不过它没有防水、防风。14度7号，像我们就先开始穿一件卫生衣，然后我们再搭一件毛衣。最后的话，我们再加一件3合1的冲锋衣。像这样遇到寒流的话，这样穿起来就很保暖。然后这个还有帽子，哇，这样穿起来，这样就很温暖。如果12度C的话，如果温度更低的话，我们就里面可以再加个厚毛衣啊，我再加件厚毛衣啊。到0度的话，基本上台湾的话是比较不会到0度了，有山上的话应该是会。这样穿起来应该就很保暖了。如果要到零下的温度的话，那你可能就是要再加一些加热衣啊，这样穿起来应该就够了，保暖了。好，以上的视频呢就到这边了，感谢各位观看。积雪覆盖，几乎快看不出里面有一辆车。超级大雪，驾驶人上路也无奈，只能疯狂抱怨。I've lived in Erie, Pennsylvania my whole life. Maybe there's something that's been comparable to this. This is the worst driving. 老宾州人受不了，因为暴雪让8分钟的车程直接变成35分钟，而且坏天气还没结束。We're well over 20 inches today. They're saying another 10 tomorrow. 一夜醒来，屋外积雪厚度高达成年男子的大腿，屋主靠铲雪车铲出一条小路，但同样的还不只有他。Yesterday I shoveled for 4 hours. Wow. And now I've been out here for about an hour. Good morning, everyone. This is what we call lake effect snow. 来自北极的冷空气流入北美洲，引发大湖效应降雪，宾州发布灾难紧急状态，动员国民兵戒备。